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今天要去圣克的活火山。那这个活火山是离这个波特兰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。然后，那这个是活火山，但实际上它上次喷发其实还蛮近的，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。然后，那现在平常呢，它是没有喷发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观光的景点。所以，从这边开车到那边，虽然有一段距离，不过算是波特兰这边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之一。那边附近有些地方是限制不可以攀爬，也不能飞空拍机，但有些地方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看可能要去游客中心问一下，看能不能飞空拍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飞一下。然后那附近呢，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个湖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个湖，好像看起来还蛮不错。有些人会在那边泛舟，但是当然今天天气没有特别好，所以我就是单纯去观光，因为weekend 嘛，出去玩一下。好啦，待会见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就是 viewpoint， 然后它是一个桥的 viewpoint， 所以就在我们开来的路上。好，这边这个 viewpoint 就在这边。好，这个桥呢是这个 State Route 504，就是华盛顿的这个州省道的这个504公路。然后这个桥叫做这个名字。那这边有很多这个桥都是跨这个溪流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就是火山喷发的一个外围的zone里面，所以这边就是火山，然后这边是火山，然后这边是都在外围。那这边是我知道这边是不能飞空拍机的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往游客中心前进哦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，就应该是算是它叫 Forest Learning Center， 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。然后它也有介绍这个森林是怎么形成的之类的。然后它会长这样子，它里面是有厕所可以休息。这个离刚才我们在那个 Bridge 的观景点只有大概5分钟车程左右。那这边其实是有 viewpoint 可以看的。然后走过来这边，在这边其实就可以看一些风景，或者是说你可以走上去，上面那也有 viewpoint。好，可以看到这边它就是可以瞭望整个河谷，然后其实是真的蛮漂亮的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去上面那个 view， 可能只有上往下看。我们走上来这边，那其实为什么它叫 Elk View？ 是说你这边是可以看到这个麋鹿的，就是 ELK。所以你来这边的话，其实你可以试着用它的望远镜。或者是你自己就带望远镜在这边。他们刚刚有人说他有看到这个驯鹿在这里。这个望远镜呢是不用钱的，所以刚才好像真的有看到。我看看能不能看到。好，用这个 GoPro 这样是没办法。但是总之我们刚才是有看到，就在那里的确是有这个驯鹿在那里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Coldwater Lake， 它是这个靠近 Johnson 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湖，它有一个 Lake Trail， 还有人在办 wedding。哇，这里的这个湖的风景很漂亮，很不错，就是应该带一个这个独木舟来这里滑的。我们现在要去Johnston 的 Ridge 这个游客中心，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蜿蜒的山路上去，从这个 Coldwater 上去需要开7英里左右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Johnston Ridge 的这个 Observatory， 就是它是一个应该是观景的地方。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走上去。那这边的停车场非常大一片，所以不用担心没有位置停车。然后那边现在有人在办活动，应该是一个跑 trail 的活动。那从停车场这边上去就是那一个游客中心。这边它有写说，你如果进去这个里面的话是需要付钱。那它是
写成人是要8块钱，然后年轻的15岁以下是不用钱的。那这边有一些不同的 pass 可以使用。那如果你有国家公园的或者是一些其他 pass 可以在这边用。好像这个进去里面呢是要钱，但是它的厕所是不用钱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外面是可以上厕所。那我们现在到这边外面来看一下火山。那圣海伦火山是一座活火山，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斯卡梅尼亚县，大概距离西南雅图南边154公里，波特兰东北85公里处。那山的名称来自于英国外交官圣海伦勋爵，他是18世纪探险家乔治温哥华的朋友，而乔治温哥华则是当地著名的探险家。那圣海伦火山呢，在1980年5月的喷发，是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、经济损失最大的火山爆发。小波已经热到全身都脱光，没有，只是剩下一个汗衫。有3层好可以。你不是很热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要去这个，那边有个制高点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制高点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还是火山，但是可以看到整个火山的全景。那可以看到，其实从这边走过去呢，它还有一个 trail 可以继续往那边走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健行的话，这边是可以一路往这个山里面走过去。因为到火山的时间有点晚，所以我们大概在那边停留了1个小时后就下山。那其实游客中心里面还有火山喷发的影片可以观赏。如果有机会到这边玩的朋友，不妨考虑付费进去了解一下火山的历史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